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2024年9月10日凌晨1点 ，Apple 如约举行高光时刻线上发布会，发布了 Apple Watch、AirPods、iPhone 3大产品线内的多款新品。在全场屏息凝神的注目下 ，iPhone 16系列正式登场。和往年不一样的是，库克首次在发布会开场，同时提到 Apple Intelligence 和 Machine Learning 这些词汇。由此可见，今年苹果对 AI 的重视。全新 iPhone 16系列也是苹果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AI iPhone。本次 iPhone 16系列同样带来了标准版的 iPhone 16与 iPhone 16 Plus， 以及 Pro 版本的 iPhone 16 Pro 和16 Pro Max， 还是熟悉的那4款机型。我们先来看看 iPhone 16系列到底更新了什么。标准版的外观设计又有所改变了。首先最明显的就是2颗镜头布局的改变，由原本的斜对角布局彻底改为了竖向布局，回归到类似 iPhone X 和 iPhone 12的那种排布。原因就是为了更好的拍摄空间视频。机身的静音键改为了 iPhone 15 Pro 同款的 Action 按键，新增一个 Camera Control 按键，主要用于调整拍摄模式、对焦、变焦、曝光等功能。配色方面，标准版还是一如既往的多姿多彩，经典白色回归，还提供了粉色、群青色、深青色、粉色、黑色共4款配色可选。这次配色侧重深色系，主打群青色，属于一款比较亮眼的配色。核心配置采用 A18 芯片，还做了散热优化，以此更好的适用于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续航小幅提升 ，iPhone 16和 iPhone 16 Plus 的视频播放最长分别可达22小时和27小时，流媒体视频播放分别是18小时和24小时。Pro 版外观的变化就比较小了，机身新增 Camera Control 按键，用途与标准版一致，只不过在影像实力更强大的 Pro 系列上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机身尺寸增大 ，iPhone 16 Pro 增至 6.3 英寸 ，iPhone 16 Pro Max 增至 6.9 英寸，重量也来到了199克和227克，相较于上一代有所提升，但实际感知应该不明显的。配色方面 ，Pro 版本今年主打沙漠色，是一种类似古铜金的复古颜色，另外还有白色、黑色、原色共3款经典配色可选。对比标准版，选择性确实少了很多。核心配置方面 ，A18 Pro 芯片，苹果目前最强大的手机芯片，同样做了散热优化，是性能最强的 iPhone 手机了。续航也有提升 ，iPhone 16 Pro 和16 Pro Max 的视频播放最长分别可达27小时和33小时，流媒体视频播放分别是22小时和29小时。影像方面，2款机型终于持平了，超广角像素提升至4800万像素，均搭载 5x 长焦镜头，能够拍摄 4K 120fps 视频，还具备混音功能，视频层面的影像实力毋庸置疑。从以上 iPhone 16系列更新的信息来看，这次产品的更新确实比较有限，并不像去年那样具备颠覆性的升级，只能算常规的产品更新迭代。倒是手机存储空间方面，属于加量不加价了。不过反复对比之下 ，Jeffrey 认为还是 iPhone 15 Pro 更具性价比。其一 ，iPhone 15 Pro 配置更好，采用的是 A17 Pro 芯片，在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的使用范畴之内，性能完全足够用，加上也有高刷、灵动岛等功能，体验完全超过了 iPhone 16标准版。其二，当然是价格 ，iPhone 15 Pro 目前第3方平台的价格相当诱人，相差不多的价格，当然是选择 iPhone 15 Pro 更具性价比了。相较于 iPhone 16标准版 ，iPhone 15 Pro 的综合体验显然是更好的，能以标准版的价格买到 Pro 版的体验，相信大家都知道怎么选吧。至于对比 iPhone 16 Pro， 还是得看上面提及的更新信息。其中 ，Jeffrey 觉得比较实用的，可能就是 Camera Control 按键、5倍长焦镜头、4K 120fps 视频这3项比较重要的更新点。而倘若你真的需要这些功能，估计也不会存在纠结的困扰了。总体而言，今年的 iPhone 16系列只能算常规更新，更多的是集中在系统层面，也就是 AI 方面的提升。而苹果的 AI 目前也还未实际体验到，并不好直接下定论。不过，从目前 iPhone 16系列的配置信息来看，我真觉得手上的 iPhone 15 Pro 完全没有被刺到，反而更具性价比了。9月初 ，iPhone 16不支持 WeChat 的传闻受到不少人关注。尽管这条消息缺乏基本的商业常识，但其引发的讨论度堪称空前。看似离谱的传闻背后，是2家巨头对苹果税的巨大分歧。苹果税，简单来说就是苹果应用商店对开发者的收入抽取一定比例的费用，而苹果和 WeChat 的主要分歧在于分成比例以及 WeChat 小程序是否应该收费。
如果收，该收多少？事实上，对苹果税不满的并不只有 WeChat， 强如拥有超过13亿用户数的 WeChat， 尚且要与苹果谈判，其他中小开发者更是有苦说不出了。公开数据显示，全球苹果税最高的市场正是中国，其对标准企业和小型企业分别收取 30% 和 15% 的分成，美国分别为 27% 和 12%， 欧盟是 17% 和 10%， 韩国则是 26% 和 11%。在今年6月的 WWDC 上，苹果发布了自己的 AI 服务 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智能。Apple Intelligence 对 iPhone 16有多重要呢？但作为一项软件功能，支持 Apple Intelligence 的老款 iPhone 只有 iPhone 15 Pro 和 Pro Max， 因此毫不夸张地说， Apple Intelligence 就是近年来 iPhone 最大的一次升级。由于 Apple Intelligence 将大部分老款 iPhone 排除在外，此前苹果备受质疑，但从市场角度来看，苹果显然更愿意用骂名换销量。市场研究机构 Canalys 分析称，在 Apple Intelligence 服务的加持下，苹果有望实现进一步的价值增长，并通过差异化策略进一步鼓励用户选购 Pro 系列机型。苹果领先的产品附加率，加之其在芯片设计、软件生态、跨设备联动等方面的优势， Apple Intelligence 有望帮助其进一步加强已有的竞争优势。但 Apple Intelligence 和苹果税一样，也面临本土化问题。在 iPhone 16发布半个月前，8月底，苹果向开发者推送了 iOS 18.1 Beta 3测试版，新系统在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上不再所需，从而可以让更多用户体验到 AI 功能。而在此前的版本中，开发者必须将手机的地区和语言都改成美国才能使用。具体来说，在测试版系统中，苹果取消了锁区限制，用户只要把语言修改为英语，同时确保 Siri 的语言是英语，即可体验到所有的 AI 功能了。得益于这一改变，美国地区以外的用户也可以使用 Apple Intelligence 了，但其对其他地区的机型仍有限制。欧盟版必须使用美国 Apple ID 登录才能使用，而中国版依然没有任何使用方法。此前，苹果 CEO 库克曾表示，苹果公司已经接触监管部门，会根据当地市场的监管要求，推进苹果智能部署工作，其致力于让全球苹果用户都用上苹果智能。发布会上，苹果表示 Apple Intelligence 测试版将于今年10月推出，后续将陆续推出多语言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在你看来，让你放弃 iPhone 16的理由还有哪些呢？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请订阅关注 Jeffrey Tech。我们下期再见。